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针对中国的太平洋威慑倡议预算上升到71亿美元。鉴于美军高级将领近期密集呼吁在太平洋部署更多航母，以威慑中国，美军是否会借此进行相关部署，值得警惕。而为了增加更多军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称中国正在扩大其军事力量，以修改世界规则，废除二战后的国家安全框架。当地时间周一，美国众议院以363票对7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妥协版本，最终授权批准了近7700亿美元的军费支出，比美国总统拜登的国防预算要求总额之外增加了250亿美元，与去年的预算相比增加了大约5%。该法案批准的军费支出，除了支持以及应对地缘政治威胁的战略之外，还包括为美军服役人员加薪，以及采购更多的飞机和海军舰艇。鉴于俄乌局势紧张，国防授权法案对乌克兰武装力量的援助提高了5000万美元至3亿美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阻止所谓俄罗斯的侵略。在涉及中国方面，法案提出的措施包括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提供71亿美元，以及美国国会发表支持台湾防御的声明，还包括禁止美军从中国新疆地区采购所谓强迫劳动生产的物品。据悉，这份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的法案，接下来还将被提交至参议院进行表决，获得通过并由拜登签字后才能正式成法。在这个通过太平洋威慑协议的过程当中呢，国会表现出的意图是减少对新高科技新武器平台的这个投资，而更多的投资于目前的这个军事态势的调整和后勤能力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太平洋威慑倡议部分的预算比五角大楼最初提出的预算版本高出近21亿美元，也比美军印太司令部前任司令戴维森提出的版本高出许多。由于美方目前还没有正式对外发布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完整版本，此前戴维森在今年3月提出的46.8亿美元预算方案报告，怎么使用预算就很具有参考价值。这份报告呼吁在印太地区打造新的反导防空系统，部署新的雷达系统，以及建造新的演习设施、情报共享中心、补给站和测试靶场，并与盟友和伙伴开展演习。其中，美国印太司令部再次提议在关岛建立造价高达16亿美元的360度持续综合防空能力，并在帕劳部署价值2亿美元的高频雷达系统和价值23亿美元的天基雷达群。该司令部还提议投入33亿美元，用于发展射程超过500公里的陆基远程火力，构建沿第一岛链生存力极强的精确打击网络。戴维森此前还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到2025年，中国预计将在印太地区拥有54艘大型水面战舰。相比之下，美国在该地区只有6艘同级别的水面舰艇、1艘航母和2艘两栖攻击舰。他还渲染说，中国持续增加海军舰艇数量，而美军则一直相对静止。而在11月30号，美国海军第7舰队司令托马斯海军中将也呼吁在太平洋部署更多航母，以威慑中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崔磊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目前美军印太司令部、美国国防部以及美国国会对于美国未来亚太军力部署有不一样的思路，主要还是考虑到军费无法满足美军的扩张需求。他认为，美国海军目前的作战理念正在发生调整，开始考虑采用分布式海上作战方案，也就是减少在亚太地区大规模战斗群的部署，组成分散的、规模更小的海上战斗舰艇编队，在不增加预算、不增加更多舰船数量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的战斗力。目前2艘航母战斗群的基础上再加1艘，实际上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中国目前有了非常更强的反航母的能力，它来再多的航母，它实际上对它的战斗力提升可能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为了让美国纳税人心甘情愿掏出更多钱用于军费，美军高级将领不断发表博人眼球的言论，渲染中国威胁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周二无端指，中国正在扩大其军事力量，以修改全球秩序，并改变二战后的国家安全框架。作为美军最高将领，米利近期持续渲染中国威胁论。1个多月前，他就炒作过中国试射高超音速武器。他的这些言论呢，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说给他的这些国内的
这些政客来听的，也就是国会这些负责通过国防预算的这些议员们来听，所以他才反复的渲染这种中国威胁论、中国高科技追赶这种论调。除了国防授权法案，美国众议院周三通过所谓《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假定所有新疆货物均由强迫劳动生产。中国商务部周四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商务部称，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方合法权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回应相关问询时表示，中方已多次就涉疆问题表明立场，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完全是恶毒的造谣。美方反复借涉疆问题造谣生事，实质是打着人权的幌子，搞政治操弄和经济霸凌，企图破坏新疆繁荣稳定和民族团结，遏制中国发展。中方再次正告美方，利用涉疆问题搞阴谋诡计，阻挡不了新疆各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定步伐，也阻挡不了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大势。中方敦促美方认清形势，立即停止推进有关法案。中方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如果美方执意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动，中方必将作出坚决回应。